情非得已说瞎话，都是怕你伤透心。去找一下那边捧个场，然后吃饭，就很热情要招待我吃。然后说好吃，你就说你吃不下，我打包。你们很聪明哎，不会是前辈。你是最适合睁眼说瞎话的。你身材真的好匀称哦。这个话题太敏感，艾雅被迫现场瞎扯。夫妻朋友，然后女生长得真的非常漂亮，她嫁给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有福气的先生，脸大吃四方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种方的脸，然后我知道为什么要看陈哥，就没有看一陈哥还可以接的边就是帅气，有帅有帅。你现在有没有在说瞎话？没有，的帅气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大家好，睁眼说瞎话的荒谬故事啊，到底那些个瞎话有多扯、多离奇？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，娜娜大师，欢迎。好瞎呀，好瞎！欢迎艾雅，欢迎阿曼达。欢迎吴尊，欢迎大家。欢迎。睁眼说瞎话都听过了这5个字啊，这么扯你怎么说得出来？不用练习的吗？啊，哦，不用练习的吗？要练习的。哇，空气扯铃我第一次看到。有呀，扯铃在这里。哎，没想到啊。刚刚没有接到。对啊，对，他没有这样子。对，捡到。好，来，这题目是哈？你当我瞎了吗？啊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哎呦，我的可能不是瞎，但是我的很真实，很 real， 很像人就是正常那会发生的。你的意思说其他人的可能是编的？很 real。不是，我所谓的是比其他人可能遇到奇人异事，是真的奇人异事。但是我遇到的状况是，因为呢，我就是有一次就是去 LA 玩，平常就出国去那种景点啊，没有特别会到那种日常的生活来体验一下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遇到剪头发的店。当地剪头发感觉一下会怎么样？一定超贵的。我跟你讲，钱从到尾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呢，我进去剪的时候，那个外国人，因为我英文也没有真的够好，那外国人就很热情，就觉得有一个很少亚洲人去那边剪头发，他就很热情的把我大剪特剪。那我就你有说你想要剪什么型吗？就是你有给他一个参考？也没有，我就觉得体验啊，给他一个 free 啊，给那个设计师一个创作的空间。OK， 哇，给他来嘛，美国人，你看你剪亚洲人会怎么样？给你发挥，我就当一个白布这样给他。漂亮，好，你是个白布。对，白布跟白痴不一样。白布是白布还是白木？是哪一个？白布，当实验。通常会讲白纸，对不对？对，白布感觉有点不太吉利的那种感觉。白布帮我看一下，大都会讲白布感觉你不是围在这里，是会这样盖上来的。我是围在这边掉头发用的。慢着，攻击性是不是太强了？对不起，我比较敏感，我录灵异节目嘛。怕，反正是人类帮我剪头发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然后呢，剪其实当时都没有觉得怎样，因为就是你知道边剪没有特别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本身又近视嘛，这个虽然是假的，我戴隐形眼镜，可那时候是戴真的眼镜，我根本拔下来根本看不到，所以他就真的剪任意的剪，然后觉得哇，真的是很认真，你让他尽情挥洒了。对，他很 detail 在剪，好剪完了，他就一直问我说有没有要改什么的，然后因为我看不清楚，我也觉得就放任他，我就说 OK good， 然后他就一直说 great， 就是用到很简单的 English 跟我讲 great， 然后 handsome， 然后呢我就到柜台，他就想要推荐我买发蜡，然后你知道在国外的时候，你就是怎么说，耳根很软，发蜡有什么好不在台湾买就没了。对，请问美国的发蜡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那样吗？可是当下就是不管再贵，你就觉得他就觉得说这个发蜡就是要配这个头最好用，就买了。然后我朋友就在旁边，然后你知道我以那个新发型看到我朋友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从那个脸上看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个发型。你知道那个瞎话不是真的很瞎，他是真的朋友们就开始讲一些摸不着边际的话，就说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觉得来这边就是有这种体验不错。瞎话不是真的很瞎，但是你听得出来，他死不讲我头上的事哎。然后他就有人说，哇，真的是他真的有剪蛮多的耶。
有用心啊，有用对，心就那一类的，你知道讲一些摸不着边际，我根本记不得他在讲什么，他就死不讲我的头。好，这是剪的当下，哦，真的剪蛮多。对，我根本已经快没头发了。你是说他把后面都剪什么意思？后脑勺是光裸的，体，怎样？后脑勺是光的。对，我的头发是裸体的，我头是裸体。这要去当兵才会剃的头吧？可是你看那个人有多时髦，剪头发那个。吧？好，他本身就很时髦。那正面呢？有正面吗？有正面，有正面，我怕。你知道有人看完说我很像被剪成以前流行那个干掉楼的发型，干掉楼，旁边超空，然后上面有一撮东西。如果你把它这样抓起来，你就所以我是把它集中一点就变干掉楼。对。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其实也没多少钱，就剪头发大概快2000台币。这样子还行。所以他的工钱他减很多了。对 ，OK 真的有减。可是我在台湾都剪100元剪法，可是我去那就觉得说就是体验看看，只能说不难看，因为好看不到哪儿去。但是100块有这个体验，我100块美金呢。但如果说好看连剪发带发蜡，100块美金。好看不到哪去跟他朋友睁眼说瞎话，我觉得他应该宁愿睁眼说瞎话。我大师跟我一起说，哎，你剪的这么鸟头啊，什么之类的。不算难看呐。我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啊，我那时候也是剪头发，我在9份，我看到一个老店9份，对，那个老店感觉就好像是那种清朝末年就在的那种老店，就是民国初年可能戒严前他就开了，戒严前开，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给这种剪工，因为现在都给那种设计师剪，然后我就进去剪，剪完出来之后，我现在这边是旁边是剃掉嘛。他被我剃的地方，我把它往上剃，就变得就像他刚刚讲的，像干掉了，就只有中间这些。你的颜值会更像干掉。对，我牙龈有铺嘛。你这样还更长哎，你的对啊，我的眼睛很长哎。然后然后那个因为他剪的是阿公阿妈，那阿妈就是他是拿东西这样子拿。你说这是助行器还是东西？拿剪刀这梳子。好可怕。然后这样帮你剪，然后这样一刀，然后这样帮你剪，然后剪完之后他帮你抹那个赌神的那个发油的那种，然后这样贴的，然后我就脸就变了嘛，那阿嬷就召集所有的阿公的那种员工，然后好看，真的，你会觉得这很像在睁眼说瞎话的故事，没有，他就这样很好看，笑脸很好看哦，然后那个赞还是这样比很好看，然后我出去我女朋友不跟我牵手，她说你先去买一顶帽子，是真的鬼剃头哎，对啊，就类似这个。没有照片，那时候没有照片，因为太丢脸了，太久之前。对，就是尽量就是不要，很久以前的事情。你的睁眼说瞎话有多扯？因为你都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说瞎话的能力，我相信你认识的朋友功力应该也不差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那个朋友功力其实很差，但是他就试着挤出一些他仅有的词儿。所以那个时候简单来说，就是我跟我朋友很好的朋友，我们就去台中玩。去台中玩当然就是可能就是小酌一下，然后住一晚，隔天就回台北。Anyway 呢，就是在晚上我们到那个饭店的时候，发现那饭店很特别，它有2个洗手台。他就想说可以2个双槽的，对，双槽的。那是比较好的饭店才有这种。对啊，一般没有。比较大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那我想要左边靠里面那个，那你就靠外面那个吧。那个时候本来我们就大家就是就洗完澡啊，然后在床上各自废。那我就想，我打电话给我女朋友一下，然后想要去阳台，他说好，那我去一下厕所，他就往那个厕所那边走，绕过去，然后我就去外面。就嘟了几声麦，女朋友没接电话，然后讲好吧就挂掉，我又再回房间。想说去那个刷牙洗脸之类的，就是进去之后，发现他站在我选的那个洗手台，然后用牙刷在刷他的指甲缝，我说你在干嘛？因为那时候夏天有时候流汗这样抓嘛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指甲垢，会有酸，他在用那个牙刷在刷那个指甲垢。可是是你的牙刷，我的牙刷，好酷哦！你的洗手台，对，我的洗手台。他选左边吗？不可能，真的刷过你的牙齿，然后他还要拿来刷手。还没有，我还没刷过。新的刚就是我已经撕开，然后我们就先放备品，因为我习惯会讲先把备品这样子就先放在那边，先摆整整齐齐。但他怎么开始辩解呢？就是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他说没有，我只是在他还是卡词啊，我在摸这个牙刷的毛。我说你摸这牙刷毛干嘛？他说没有，我只是在抠看说他会不会伤牙龈。你有牙刷，为什么不是你的呢？他很在意你的牙龈他说没有，那个我搞错洗手台了，我以为我是这个，我说不是啊，进来是你先选的，怎么可能你会记错？我说你就是在用我的牙刷在刷指甲垢。他说没有，你还看到牙刷上面有黑黑的。这个不腐烂，这是真的故事。你后来跟这个人还是朋友吗？我当下就想要再去 check in 另外一个房间啊。好恶哦，他后来都没有承认哦。
后来我就想说算了，给他面子，我也不拆穿了。就是听起来你已经拆穿啦。对我拆穿，我说你在干嘛？他没承认啊，可是没有逼他，没有逼他。对我还是给他台阶下。那你没有跟他讲，那你的牙刷给我吧，我要用你的。他刷过了。那就拿来刷脚指甲的方法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同场加演，你遇到这么一个状况，很瞎。你会跟他保持距离的举手。好，可以，好，我想确定。我保持到现在，一直跟他有距离。因为他这个小动作已经是人格是缺陷。对。我的是在大学时期，大学时期呢，我就是存钱，然后买了一个包，那个包不是什么大精品，但是在大学那个时候，你背那个包也算是蛮拉风的，就是叫得出名号的。叫得出名号的。哎呦，然后我就背着它，然后有一次上那个通识课，然后我就到了之后，我就先把包包放下，然后就把我就拿手机跟钱包就去买东西，这样，就回来之后，我的包包就不见了。哎呦，然后我就一直就找朋友一起找那个包，就都不见。可是最后下课的时候呢，我朋友说在另外一间教室有找到我的一些书啊、讲义什么的。可是包包本人还是不翼而飞，这样我就找不到他在哪，东西又掏出来了，东西又掏出来，然后丢在角落这样。后来下周在上同一堂通识课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一个女生背了一模一样品牌的包包，一模一样的 size， 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怎么敢？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很想怀疑她，可是。不可能啊！没有那么有种吧？对，那我想说，但是我真的太好奇，因为我们刚好同一堂课，然后刚好我的包不见了，所以下课的时候呢，我就忍不住，我就去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也背这个包啊？”就他也反应很快，他是有点愣住，可是他立刻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我昨天生日我妈买给我的啊。”很合理 ，OK。可是就在我问他的时候，因为我之前背那个包包的时候，我曾经在做笔记的时候，我的笔掉下来，然后画到某一个位置，检查。对，所以我就故意要去检查，因为只有我知道被画到哪里，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笔痕，所以我在问他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看那个方向，就有，就是你，就有，他怎么好意思？所以我就说，哎，那我之前有一个同样的包，然后我在就是我曾经有不小心画到一个痕迹在这里，哇，他反应有够快哎，他就说。没有，我刚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，然后我不小心画到的。好巧！哎，他是惯犯呢，他一定常做这种事。然后我想说，怎么可能同一个位置，然后同一支笔的那个就一样的位置，然后同样的大小的笔痕？可他的说法太合理，我也不能怎么样。他绝对是惯犯。我这个礼拜偷的，我下礼拜会敢带来。你觉得一般人可能做得到这种事情吗？做不到，不可能吧？这就好像你是一个杀人或伤害犯，然后你还回犯案现场，会啊，去看你的作品，对啊，心理学吧。我说他就这种，对啊，他觉得我要越自然，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对。同学。对啊，我太放通识课都是其他不同班的、不同系的。对啊，你自己也太大意了。我太大意了，而且我觉得他太快讲说那有笔痕，如果换个方式，然后找一些证人再泡他。对，哎呀，这聪明。对，因为你太快讲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哦，你昨天新买的，可不可以借我看看？然后拿走之后再请朋友说，哦，你新买的，你有怎么就问他一些问题，让他讲。那这个你刚刚说没有，这个是我的。你看，如果你们同样都待在后宫里面，他会活得比较久。他刚刚表情好狠哦。对，我有被他表情吓。对，拿我的东西吓。对。激怒啊！好像真的有人把你包拿走了。不是，包包对我们女人来说太重要。我存钱包存很久的，我没有办法想象。让你压轴是应该的。哎，好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比较不像睁眼说瞎话，我觉得是一个鬼故事。好可怕！就是我曾经交了一任圈外男友，但是这个圈外男友非常的自己觉得他很像明星。那时候我大概20岁，然后所以我们交往的时候我已经出道了嘛，那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，我都大辣辣的，因为以前小的时候被认出来都会觉得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就很开心，路人认出你就会拍照啊什么的。可是他呢，超像巨星的，他的帽子压超低，很低调，然后戴口罩。然后我们开始就是相处几个月了吧，就常常会看到他接电话的时候会躲到角落。终于有一次他接电话的时候，被我瞄到手机荧幕，然后上面是写宝贝。喂，这时候怒气已经上来了嘛，然后呢，接起来他去角落的时候，我就观察他的口型，就也是叫宝贝，然后我就完了，要摊牌了。我说你外面有人吗？他说没有啊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那你刚刚接电话那个宝贝是谁？他说
这是我妈啊。啊？他说：“我跟你说，原因是这样的，宝贝，你要好好听我娓娓道来。叫我也叫宝贝，叫他也叫宝贝，我就很气。他说：我跟你说，因为我是单亲家庭，我跟我弟呢都被我妈规定要补足没有爸爸的那份爱，所以我们从小不叫我妈叫妈妈，叫宝贝。我说。”是哦，那以后我看到妈妈也要叫她宝贝吗？他说你不用，这时候已经被他吓到了嘛。我想说实在是，我被他堵了一个，我对，好像也没办法反驳。对啊，那我是应该要打去说，请问你是真的是他妈妈吗？也不行嘛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忍了，我还真忍，我觉得我好蠢哦，我忍住了。目前为止没什么毛病啊，没毛，你们觉得没毛病吗？没毛病，叫妈妈宝贝 OK 是不是？蛮感人的。好，继续，很孝顺。继续，又在一起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宝贝还是持续都在，然后他已经会明目张胆的在我面前接起来说宝贝了，因为就是宝贝啊，我在外面啊，但他不会特别说我。那我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宝贝说是你女朋友在旁边？说没有，我妈妈呢就只有我们2个儿子，所以呢，因为那你没有想过在旁边出个声音说什么妈妈好这样？我那时候就年轻，没有想到要这么做。然后他在就跟我解释，就是说因为妈妈对他占有欲很强烈，没有办法知道他有女朋友，一切都好合理，好合理。然后到了有一次呢，我那时候租在一个小套房，然后你在笔记吗？我要以防避免朋友会犯这些错误，先记下来。是你再学起来吧。我跟你讲，最下来还不是刚刚这个，我租了一个小套房，然后有一次台风天，然后当然男朋友嘛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亲爱的你晚一点会来陪我吗？他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大概4、5点会过去找你这样。我说好。然后呢，这通电话挂上之后，我再接到他的电话是48小时后，他消失了。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是从紧张。开始就从有一点火大，他被台风卷走，对，我怕他出事嘛，就是担心他被风口浪卷走都有可能，担心啊。接到电话第一时间是你怎么了？你去哪了？然后他非常的淡定跟我说，亲爱的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家地下室积水。我扫了2天才扫完，地下室没有收汛，所以这2天我努力的在把我们家的地下室积水清干净。还有我妈妈担心这个积水，所以她一直都在附近，我也不能打电话给你，收汛真的很不好。他睡在地下室哦，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是又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就分手了。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人睁眼说瞎话，到太离谱了。后来隔了非常多年，我们中间有共同的朋友，就跟我说，其实他一直都有一个女朋友。哦，你才是第三者。我才是第三者，可是我不知情嘛。然后幽默的是，我说，那我还是很想知道。搞不好还有那个宝贝在啊，就是单亲嘛，妈妈。他说，对，他单亲，但他跟爸爸住，妈妈不在了。吴尊脸盲瞎扯淡，害惨朋友背黑锅。我在包厢里面，就有个人就进来，然后哇，又见面，很巧我真的有点忘记他是谁，但是我想着好像知道他是谁。想起来我们那时候跑步还在聊你老婆的身体状况，他旁边的女生就变脸，说你有老婆。我说那应该是我又记错人了。我说不是他没有老婆。越描越黑。哇，这个真是完蛋了。幽默的是，我说，那我还是很想知道，搞不好还有那个宝贝在啊，就是单亲嘛，妈妈。他说，对，他单亲，但他跟爸爸住，妈妈不在了。你们交往了几年？应该1年多。好久，这么久还没到。后续还有，你知道吗？到他后来，他跟那个正宫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过，说我这辈子都没有骗过你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没有好好继续对下去。我要去结婚了，这样。但你也没有拆穿这件事，我没有拆穿，因为我怕我会想动手，所以算了。他应该不算单亲吧？他应该算双亲，因为哇这边亲，哇这边也亲，算双亲。你觉得好笑吗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一点点好笑。我觉得给你，谢谢，给过，一点点好笑，一点点，很好笑。这刚刚那是鬼故事，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是睁眼说瞎话。我觉得女生当你状况比较不好，或是年纪渐长的时候，最可怕的呈现就是耳根超软。
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会信，就会病急乱投医，就听到人都会吧？对，就是，可是我觉得女生更严重，尤其是在对美啊这种事情。然后呢，之前呢，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听到我讲说，我很在意我年纪大了之后，我感觉我有一点垂，我想要很紧。就问我的好朋友，他就跟我推荐了一家美容中心，他说他们的那个肌肤紧致课程很有名，叫我去咨询。我一到之后，先用新台币对付，我就说我要20堂，我连问都不问。你还没试做，你就说20堂，太荒谬了吧？然后呢，我就说我要太自由了。对啊，因为谁哦？女生为了要女生为了要拉提，为了这个状况，我就是要立刻买嘛。那个1堂也是，我记得好像大概2000块，但买20堂会比较便宜啊，所以你就是一次先买。还没做过，对啊，你都还没有，连咨询没有。好，所以是我个人问题。然后我就买了之后呢，做了2堂，我就发现，状况不太好。然后我就发现我下巴有点长痘痘，我又隔了一阵子，我又安排那一次，我又去了，我就跟那个美容师说，我好像这边有长几颗痘痘，是怎么了？我做完脸反而那个没有变紧致，怎么还长痘痘？他说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在做脸的过程呢，帮你把代谢提升了，代谢提升呢，就会有一些粉刺冒出来，你在排毒。对，那你排完这一波之后呢，就会变好。我这讲的乱合理的，合理，超合理的，这样讲我也会信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听信了之后，我说那怎么办？你这时候就很无助嘛。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办？他说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里的那个紧致水啊、精华霜，然后什么什么，就跟我讲了一条龙。我跟你讲不夸张，我一次保养一趟要擦12瓶。12瓶，他叫我买一条龙的服务12瓶，就是你回去要擦这些保养，你要擦12道工序。你知道那个老师还要帮我把数字标清楚，1到12，因为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瓶是哪一瓶，长得都很像。你早上起来擦完一整套就要准备睡觉嘞。不是刚起床吗？就过去了，你擦那么多瓶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发现，我的细纹更明显了，然后我本来不长痘的地方，额头开始长痘了呢，然后长得很夸张，我就又回去做脸，我现在已经做了3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还是不放弃哦，我还是要去。你有20堂对，我就再去说，老师怎么办？我连不长痘痘的地方都长了。我说这个没关系，那个痘痘啊，我觉得是因为你洗脸不够勤劳。以后呢，1天洗2次，用这瓶。第13瓶。然后呢，他就再拿出来就好，拿出来就说你用这瓶之后洗完就那个状况就会更好哦。然后我就好，你又买了，我又买了，然后我又这样子重复了1 round 之后，我终于受不了了，因为我整个脸都是痘，我脸你知道，人颧骨这边是最不容易长痘的地方，我也长了。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嘛，医生就跟我说，你这个呢就是洗脸过度。保养过度，然后所以脸上没有办法正常代谢，那所有东西都封在里面，这个要停你的保养品，然后休息，所有东西都不要擦。我就问了一圈朋友，刚好就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如何改善细纹，朋友就说没关系，我送你一个普拉斯链生物纤维乳液面膜。这个东西呢好熟，对。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普拉斯链是什么。普拉斯链呢是一种在非常的昂贵、高级的保养品里面才会添加的成分，它能够防止你的肌肤老化，还可以帮助你的肌肤恢复弹性。而且我觉得厉害的点是呢，你用1次就会瞬间感觉你整个人的状态很好，然后那个什么光泽也会变好，暗沉啊、细纹也会明显被改善。今天有带来跟大家分享。太好了，来，这个就它。就是这个普拉斯链生物纤维乳液面膜，我现在呢已经把我的底妆卸掉了，肤况很好。好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立刻示范给大家看。它会有2层，它先把白白的这个先吃掉，因为这样才会保护嘛，干净，所以2层夹的，这先吃起来，这吃起来给你用啊，谢谢。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上面还浪费，味道是清爽的，对。感觉整个那个面膜是服帖的。其实因为贴的时候，它就是有2层膜，你把它夹住，所以你就是先把外面那一层整个这样子撕起来啊。还有一个，它是2层的，2层哎，我可以摸一下中间这一层吗？可以摸一下。
那真的超服帖。对，生物纤维面膜呢，它的强项就是3D 网状纤维结构，可以帮你把那个保养精华紧紧抓紧，然后抓紧之后呢送到底层，所以它的渗透力很好。然后呢再加上呢，它的其实会是其他的面膜布料材质的数万倍效率，而且它也是用单一菌种的培植而成，所以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不容易过敏。然后再来呢，它也没有添加酒精、香精、色素、paraben 类的防腐剂，所以像我们这种敏弱肌，通通都可以安心。所以它不挑肤质的。生物纤维的特色就是它不会滑落。那你走路啊，扶着做事啊，起立蹲下啊都没有问题，就是扶着打篮球啊什么的。 OK。谁会敷面膜？来，这太珍惜时间了吧？云霄飞我跟你车啊！说，我有在家里敷着做过瑜伽。可以，或是哦去做点家事什么都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。你就是在家里伸展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就是你在家里呢，花个15分钟就敷上这款乳液面膜，你就会放松整天，可以舒压，整个心情就会很平静。平常呢，这么珍贵的东西要怎么样让它物尽其用？我现在只有敷几分钟撕下来，亮啦亮，你知道面膜撕下要干嘛？脖子哦，所以撕下面膜之后呢，先把它敷脖子，然后你就轻拍你的脸，让它整个完全吸收。你不觉得我的脸变得更透亮，然后有那种弹嫩饱满的感觉？有也会更光滑、喝饱了更细致，细纹也会看不到。那它有感是因为它其实里面添加了普拉斯链的浓度高达30%，那在能够精准的帮你修护你的肌肤，然后防止肌肤老化，填补你肌肤的一些空隙，然后恢复肌肤的弹性，就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加了像是复合双生态跟维他命 B5，这些同样都是可以延缓老化啊，然后抚平细纹，还能做到长效保湿，就是帮助你补水、修复、锁水一次完成。我自己平常就是睡前会敷，再来就是有一个超棒急救的方法，就是在你妆前敷15分钟啊。妆前敷15分钟，你的肌肤就是会很听话，底妆会超服帖。那如果你比如说出差，肌肤有时候会严重缺水，或是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，或是坐飞机，对，坐飞机也可以敷，然后你就可以是你的肌肤缺水的急救首选。 OK， 那这一款普拉斯链生物纤维乳液面膜呢，其实只要敷一次，你的肌肤就会发光，你会跟我一样不能没有它。娜娜大师硬扯谎，都是因为心太软。去找一下那边捧个场，然后吃饭，就很热情要招待我吃，你就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吞，我不敢咬，然后说好吃，你就说你吃不下，然后我打包。你们很聪明哎，不会是前辈。我当下只有硬吞那8条结出来。他没有睁眼说瞎话，也会像睁眼说瞎话。现在说瞎话，我们进入第2个环节真的很抱歉，逼不得已我才会说瞎话。啊。现在是你们他们自己啊，你看，我们总是有一个手指别人，其他都指自己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睁眼说瞎话这个是成年人必备的技能。你现在就在说瞎话，没有，他刚刚在化妆室就在睁眼说瞎话。他刚刚他们2个就在睁眼说瞎话。不是，我真的很认同啊，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，在社会上生存呢。因为我们长大了之后，慢慢你会认识非常多的人，认识各样的人之后，你必须要记住每一个人的脸，你基本上不可能。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跑一些夜场，就是晚上有懂之的地方，那时候就会常去。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，他说吴尊，那个真，然后我们就会加个联络方式，加个 IG， 对，互相联络。说以后出来就是大家一起喝啊，大家都兄弟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那因为以前真的很常去，所以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加了很多人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谁是谁。然后突然就有一天，反正就是我在包厢里面，就有个人就进来。那通常我会分辨如何先分辨，就看他怎么叫你，叫吴尊这种通常就是比较没这么熟的，后面认识；叫谢俊毅，叫我本名的，那应该就是还不错的朋友，同学老朋友。通常叫废物。这种就是很好的 bro 兄弟，对，哇天啊，废物你们在这就是哇超好的兄弟，所以通常就吴尊你就开始筛选了 ，OK， 他是属于就是比较不熟那一边，然后说哇又见面，很巧我说对呀，很巧真的很巧哦，他说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互看一下说
你该不会忘记我是谁吧？我说，哎，怎么可能？你就是那个。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，他在等我答，你就是那个。哎呀，那个我记得啊。然后因为他另一半也在，就是那叫什么一个女生也在他旁边。然后我想，哦，他朋友，我说就是那个啊，上次我就跟我兄弟介绍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是我们之前一起喝过很好的朋友。他眉头就皱下来，说没有，我们之前没有一起喝过。我说那他到底是？我说有啦，我们一定有一起喝过。你再想一想，有吧？一定有喝过吧？他说那个谁的喜酒，这样算喝过吧？好哟，又有新线索了。算，我就因为我在一起喝过喜酒。对，因为我在边跟他就是睁眼说瞎话，你在搜寻。对，我就在想说，到底是谁？大家还见过他？应该有，因为我对他有印象，好像有，他长得像某一个人。我快想起来了，喝过喜酒又是一个线索，又再输入进去里面，然后开始，对，我们之前喝过喜酒啊，我们很好，很熟，对。同桌有谁？然后想到底有谁？后来就想说，我说，但是上次我们见面好像也是在外面喝酒遇到嘛。除了火影之外，我印象中还有在外面喝酒遇到，因为会来这个场合的，喝酒会遇到那个几率一定很高。所以我从上次我们在哪个地点遇到那个局里面有谁，我慢慢去推敲跟推测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是谁。推出来没有呢？后来他说没有，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中正纪念堂跑步的时候。我说哇，有够健康的活动，好精确的线索了。对，你想不起来了吧？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时候是巧遇，我确实有巧遇一个人，但我真的有点忘记他是谁。但是我想到，哎，好像知道他是谁了。我就想起来，他是我一个就是朋友，但不是很熟朋友的朋友。然后我印象中是那时候我们在聊天，说他老婆身体不好，然后我说哦好，我想起来，我说啊我对了，想起来我们那时候跑步还在聊你老婆的身体状况，你老婆现在好一点了吗？他就一脸懵的看着我，他说我没有老婆，然后他旁边的女生就变脸，说你有老婆，我说啊，我说哦，那应该是我又记错人了。我说哦，不是，他没有老婆。可是你知道，当我们越辩解的时候，哇，怎么办？旁边那个人一看就知道心虚了，一定是他讲到实话，他一定有老婆，然后隐瞒我跟我交往。哇！然后就说哎，不是，他说 baby 你要他记错人了，真的不是我。我说对，我记错人了，不是他，是我另外一个。越描越黑。哇，这个真是越描越黑了，真的尴尬了吧？这个。后来那个女生就是你就想不起来就算了，都那么久干嘛？去大吵一架。我们上次在哪里见过？就问，对，你是谁？请问现场的你会像他一样兜了半天，边兜边想的，还是就说我真的忘了？我就会直接问。会说真的忘了举手。我会承认。我会问。对，就直白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我曾经有你好面子。不，我是给他面子。可你本来就是把他忘我是给他面子。你也说笑话，对，又在说。好，对我好面子，我就是好面子，只要抽2张面子给我。对，可是真的很难面对，我们常会遇到这种状况，对，因为大家会认识你，但是你不一定都记得。记不了。我都说给我提示，来，给我提示，我们现在找人见面，给我提示。先承认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，我记得你的脸蛮眼熟，但是我叫不出你的名字，拜托你提醒我，对不起，这样。我也会这样子，我会直接说。因为记得是加分，记不得也没有关系。这个话题太敏感，艾雅被迫现场瞎扯。夫妻朋友，然后女生长得真的非常非常漂亮，她嫁给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有福气的先生，脸大吃四方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种方方的脸，然后我这为什么要看陈哥？就没有看一眼。陈哥还可以接得边，就是帅气，有帅。你现在有没有在说瞎话？没有，帅气。可是我发现一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睁眼说瞎话，就是想要讲一些白话，因为怕别人受伤，其实跟吴尊很像，对吧？对，就真的会怕别人受伤。我有一天呢，就去外县市，那是我记得我的朋友的妈妈，她也看过我几次，然后我朋友的妈妈在那个县市就是有在卖那种午餐，然后我自己去那边工作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去找一下那边捧个场，然后吃饭，然后我就一坐下来，他们家就是那种家常的那种卖的东西，我就点什么卤肉饭啊、烫青菜，点一些我爱吃的，然后汤，然后他妈妈就跟我很热情
情的打招呼，就说啊你来啦，好久不见，然后就是要招待，你知道他们就很热情，要招待我吃。然后我本人呢，真的有一个很欠揍的饮食习惯，就是我真的有不敢吃的东西很多，而且是巨多。比如说我不敢吃就是不是主角的菜，不是主角的菜，葱啊、蒜头啊，不是蒜头我敢，葱、洋葱、新香料芹菜香料都提味的东西对，都不行。就是那种太过八角。就那一类，我会不敢吃。它是新香料了，对，就是葱、洋葱、芹菜那些，所以我尽量都不造成别人的麻烦，我都不敢去点那种东西。就是对，就是副食。然后呢，我也不敢吃比较激烈的。好，之后呢，他妈妈就端出一道，就是他特别就今天要给我一道东西，竟然是茄子。哇，好可怕！我真的不敢吃，而且说我一位嘛，我一位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妈妈说，来招待你吃茄子，还特别为我煮一盘茄子。然后我就是真的不敢吃茄子，我过往只要遇到茄子，我都给别人吃嘛。好，你知道，你就那个当下，你真的很难处理这件事情。睁眼说瞎话时间来，你不止睁眼说瞎话，你整个神情都要一起来演个戏。然后妈妈就坐下来聊天，说你吃吃看，你吃吃看，我就是做这个给你吃。我吞，我不敢咬，你知道不敢吃东西的解法就是吞，根本不咬，然后憋气。我都要吞，每一条茄子都是你知道这样子，然后进去食道，然后再这样进去，就这样吞，然后说好吃，我笑不出来。你都吞整根啊？整根哇！幸好它煮的是烂的，不是那种很精实的。但是你知道炖的透透烂烂的啊，对啊，那很难吞哎，它会这样卡在。但是茄子人家很怕，就是那个口感，有的很怕那种茄子那种黏黏软软的口感。你当下没有想说哦，你就说你吃不下，我打包。我妈妈最喜欢就是茄子了，我要包给我妈吃。对，你们很聪明哎，不会是前辈。我当下只有硬吞那8条茄子。他没有睁眼说瞎话，也会像睁眼说瞎话。对啊，刚刚那个我要怎么接受这个？所以我就真的硬吞了8条，然后8条就这样吞完之后，我8条我真的很记得，我就倒数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我真的压力太大。然后我一结束之后，就立刻打电话给我朋友说：“喂，我刚去你妈的店，然后他竟然给我茄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拒绝，然后我就是狂吞。然后他说你白痴，你跟我妈讲就好了，她不会怎样。可是你知道自己就是会有那种不敢，对，你就觉得不好意思，你就只好讲一些那种就是为别人想。”对，苦了自己，可是也没有什么，我们心里就希望他开心。你有想过你同学妈妈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吗？我觉得好忘记，我一直不想讲县市，哪一个县市？因为是外县说，是别的县市。你不是说宜兰吗？可是你说茄子哎，不是茄子，对他也，我记得，我曾经原来他是硬吞的，问他好不好吃，还给我说谎，说好吃。对啊，是白谎啊。你是最适合睁眼说瞎话的。对，大家都大家会相信，因为你讲话的时候眼睛很少在眨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很用力。哎呀，这真的很好。对，但其实有点空。我很喜欢你耶。这个会想带你去庙里。你到底在想什么都猜不到哎。哎呀，你为什么皮肤这么白啊？你失焦哎，好可怕。你身材真的好匀称哦。有啦，小时候真的有啦。他眼睛都不眨。你是不是瘦了？你又瘦。他的眼光，好似先啲反光，还行。现在回溯8玉讲过的话，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相信。太可怕了，你最多人。看着你每次眼神都是真挚的在发光，是真的。他不眨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好的，我的呢，我觉得只是为了缓解尴尬一样，就是我有一对夫妻朋友，然后女生长得真的非常非常漂亮。非常，而且很天然，你一看知道就是从小漂亮到大的那种从校花长大的金泰熙那种，对，就是从校花长大的，对，就是有人从校花长大，吃漂亮长大的。然后呢，那她嫁给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有福气的先生，很有福气，圆润的，而且他们说什么脸大吃4方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种方方的脸，然后我知道为什么要看陈哥，没有看陈哥还可以接的边就是帅气。有帅，你现在有没有在说瞎话？没有帅气，他接到边而已，他说边而已，有插到边。他说你在边缘了，等一下，你要进入了，陈哥。然后呢，
我怎么紧张到要站起来？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结婚？他们其实长跑很多年，男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富豪，不是，就真的是很对他很好，有爱，两个人是从年轻交往的，所以我们从来也不会去讲这些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女生。大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她生完小孩刚3个月，所以她就是妈妈出来放风这样。那放风的时候就在跟我聊天啊，聊一聊，她就说，哎呀，我想跟你聊一件事，就是你们有觉得我老公长得不好看过吗？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哦。然后我就说。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善良的，而且对你很好的男生啊。你回答问题了没有？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是真心话，因为我没有去回答他的问题。可是我认为她嫁给他，我们也都非常放心，是因为这个男生的品性。然后他就说啊，其实你们不讲我也都知道了。可是最近有件事真的很困扰我，你看我小孩，他就拿小孩照片给我看，怎么办？他真的不像我。然后我就说。先看到照片，哇，跟爸爸一模一样哎！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在跑马灯，想说我现在到底要讲什么？不能讲人家小孩长相这件事情，不可以任何批评，一定要而且可爱啊！而且他刚生完，他心里很脆弱。对，我就说可爱，真的可爱。然后他就说像我老公对不对？我说像，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女儿像爸爸，长大都会很漂亮？我想说哇，我太替我自己鼓掌了，找到一个解方。那反正我想到过的这个解法，然后讲完之后，看他脸还是变啊。他说怎么了？他说他是男的，他真的是儿子，不是女儿，跟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。哦，然后我安静啊，我真的也接不下去。我说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不会啊，真的不会。你都要灵异现象不敢睡，朋友撞见智能片。因为宿舍就是会有一些事情，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洗一洗，就突然有个敲门声，就这样扣一声，然后我就说谁，就很自然的反应嘛，我说谁，然后外面都没有人回应，我真的太害怕了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朋友来陪我睡，我就说。然后他也就听，他也就相信。出来之后他就突然打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哎，你刚刚找我干嘛？你刚刚不是敲门吗？”他也遇到了，好恶哦。我真的也接不下去，我说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真的不会。你都要哭了，的确蛮尴尬的。你觉得怎么回答？可是因为我本身这样被我喜欢的人很衰，因为我喜欢的人几乎都偏丑，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啊。大家有喜欢不同的长相，我觉得超棒的啊。还好你不喜欢我。我突然觉得强哥很帅，怎么办？要喜欢了，要喜欢了，要喜欢了。你被鞋子丢过吗？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解法，你可能可以用问题来返回他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老公长得不好看？”我就会说：“那你觉得你老公长得好看吗？”就好了。他说好看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哦，但你还是那么爱他，表示他一定有很好的人格特质、过人之处。那我觉得人格特质来了，你眼睛在飘了。那我觉得人格特质，我觉得好的人格特质比长相更重要，更重要。你刚才有没有吓到？他眼睛没眨，是不是很可怕？你不要用那么大力，因为我真心的觉得。我觉得内心会比外表更重要。没错，我也认同。对啊，但其实反问好像也是一招。你就反问他，因为反问这招也可以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真的是鬼故事哦，真的是。我们最后压轴的都是鬼故事。我要听你讲，我要听你讲。我真的是灵异事件。我是真实的鬼故事，真的是鬼故事，真的鬼故事。因为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是那种下面是书桌，上面是床的那种。哦。对，然后我跟我隔壁那个床的女生，我们共用同一个楼梯子。嗯。然后我是睡，我们是那种长形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是门，底是窗户。嗯。然后我是头靠门这边，所以我起床的时候会先看到窗户的那个方向。然后有一天我就睡到大概清晨4、5点，就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起来，然后我就迷迷糊糊起床，因为外面我就看到外面窗户是微亮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趴在我们那个楼梯上。你是几楼啊？爬上去的那个床的楼梯，对，床的楼梯，然后绑了一个马尾，感觉是要走，感觉是要下去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那应该是我对床那个女生，她要起来上厕所，就也不由她继续睡这样。所以在隔天早上，我还问她，我说你是不是有起来上厕所？她说没有啊。后来我发现是有一次，
他准备要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只剩我一个人还没有洗澡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陪我？可不可以陪我？然后我就在那边下面这样弄他的时候，发现，哎，对啊，谁睡觉会绑马尾？就不会有人睡觉绑马尾。所以我刚看到那一次迷迷糊糊看到的那个影子，不可能是一个。就我室友，他不可能要起床尿尿，然后还要先扎马尾。应该不是你室友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影子是谁这样。然后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洗一洗，就突然有个敲门声，就这样扣一声，然后我就说谁，就很自然的反应嘛，我说谁，然后外面都没有人回应，然后想说，哼，一定是其中一个室友故意来闹我，因为外面就是洗手台。你们几个人一间呢？6个人一间。哦，这么多人啊！对，然后我有个特别好的室友，就是比较好的同班同学，我就想说一定是他来闹我，然后我心想说，哼，完蛋了，他等下出去吼就死定，我一定先骂他。然后就不由他继续洗，他洗完我就出来，我正准备要开口哦，其他室友就先说话了。他说：“Amanda，你知道你刚刚说谁的时候，我们全部人都吓到，因为没有人在那边。那个律师在你们房间里面。房间里面，然后他说没有人在那地方，然后他们没有人在厕所门边上了。对，但是他们都听到敲门声，也同时听到我回说谁。”然后所有人才说，其实他们洗澡的时候都有听到敲门声，哎呦，都有听过，然后他们都以为是我们在那边互闹，然后后来有一次，好，真正要睁眼说瞎话的事件就是有一次，我就发现所有人，就是那个周末，只有我一个人会在宿舍里，其他室友就回家的回家，找男友的找男友，出去玩的出去玩，没有人在。然后我就因为已经有前面这些事情，我真的太害怕了，所以就找了一个朋友来陪我睡。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，太随便了。女生，我们女生宿舍不能找男生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晚上那边追剧啊，然后这边干嘛，然后弄到很晚，他就先去洗澡，然后去洗澡的时候我就开始弄电脑听音乐这样，然后他就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打了我一下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刚刚找我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找你。”他说：“你刚刚不是敲门吗？”他也遇到了，好对哦。然后我就说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这个宿舍啊，它那个门哈，就是热胀冷缩。如果你刚刚洗很烫嘛，那个有那个蒸汽啊，那个门它就会胀起来，会有一些声音，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很像是敲门声音，但其实没有，我没有找你。然后他也就听，很合理耶。是整个宿舍都有遇过这种事，还只有你们那个房间？其实因为宿舍就是会有一些事情，但有几间会很 safe， 但有几间就是，我觉得有时候说瞎话的心理不是为了要伤人。有时候是为了，有时候是为了保护，为了避免冲突，为了替他人留点面子。对不对？有些谎是善意的嘛，有些谎无奈，有些谎是我们还不够勇敢的面对真相时的选择。我真的不得已要说一个谎的时候，麻烦，是出于爱，而不是因为出于面子问题或者是恐惧问题。很值得思考。希望大家呢，从此以后都用真诚面对你的人生。舒服多了。现在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